如果对方手上拿刀的话，可是我们第一下这个刚好就是拿刀不能拿，开玩笑。好，这个你不能说对方手上有刀，你也这样接啊，要搞清楚啊，搞清楚手法的应用啊。好，刘刚刚学说，刀是有一个要练的，但是也要持久练，就是他这个进来，他如果是拿刀捅进来，还是一样，还是一个让在这边，所以要练什么东西来，还是一样这个，到这边的时候再做这个，sorry，啊，这样不懂，还是一样，他来以后是这样子，这个让，所以你一定要这样子，防止他这个手再回来嘛。你拿着啊，这样子的时候啊，你看在他的手腕嘛，你的手腕在他的手腕，你才可以做什么？你才可以做这个，你才可以做这个啊。但这个要很快，这个如果他是假动作呢？那他来他是假动作，你不管你还是一样，还是让开，可是你这个形态还是出来，没掌握到它没关系，手在那个地方就打喉咙，这样不懂？所以这也是那个原则是一样的，就是来你先让开，形成一个这个，形成一个让开啊，你看啊，来让开。所以要掌握到哪？我上次讲嘛，掌握到这边，这里，掌握到这里，不可以去抓，不可以抓，掌握到这边，他下一个反应，下一个要在这边的反应就比较难。他要的反应是他会从这个地方来，这边来，你又有一个什么时间？你有一个这个的时间，所以对刀啊，要掌握的是这个。然后我讲过嘛，对刀是什么？你要掌握这个以后，你后来要掌握什么？你要掌握刀根，掌握这个，你不可以从前面抢所以这个根，像这个根比较小，留的根比较小嘛，它刀来，啪，这样子，有根，你看从这个地方，这样走，但是这个抢你要非常熟，否则就是你要让这个他如果手动就是抓这边，手不动就打喉，是好像直接打比较安全。对，但是你这个手啊，来，你这个手一定要在这个要挡到这个，因为你打有时候别人这边很强啊，或者他只是痛一下，他痛一下，这个力量反而大哦。听不懂？对。所以你这个一定要防到这个啪一下如果他咔一下的时候，从这个地方在这个，从这个地方上一步往这边打，下去。所以你一定要掌握到那个角度跟时机，让他没有办法回手，只一下就让他倒所以第一个最困难的是什么？就是人家来你慌，你往后退就完蛋了所以我们以前常练的是什么？人家来就是让开，掌握这个，就人这个手，那个手，啪，你的身体，你的步，啪，这样撤，
这样子。那这种的哈，会用刀的，马上这一翻，这个不行，往这里翻，往这里翻，往这里一翻上来割。啊，就这个手啊，会用刀的他，你拍，跟我像这样子的话，他拍到那个地方去，我啪，这就割脉。所以我走。角度很重要，就是这样子，听不懂？因为对于会用刀的来讲，你走啊，这个东西很难对付，所以你的角度一定要非常准啊！我就算我不做假动作，我一去啊，这样子就完蛋了，这样就完蛋了。你不可以那样子。你的人一定要过来，晓得吗？对于练八卦的来讲，他走，这怎么行啊？叭一下。可是如果像捷运上的疯子都是这样乱砍，那就已经啊？捷运上那种疯子都这样乱砍。他一般这个样子的，他的动作是惯性的嘛？是你当然有东西拿，你要拿东西啊。雨伞啊，或什么去打他的手，不要打刀，打手嘛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他们一般在这个做的时候，他是没有技巧的。他们真的要杀，好像都会直接就是这样子。对，他们一般在杀的时候上来以后，是这样的嘛，所以你要让开他的正面，一下就打他喉咙，听不懂？这还不往外跑。问题就是说你跑不掉呢。所以其实也不用过滤，因为以前有时候打这边会容易贯穿动脉剥离。对呀、啊。可是真的贯穿动脉剥离，是那个死亡率是很高的。其实也不要管那个，就是你到那个时候了，你还管那个？用这种就是你跑不掉嘛，或者你不能跑嘛。你能跑得掉，你当然跑啊。问题你跑不掉呢？像你这种身体的，他在追你，你跑得掉吗？我有跑比较快。边跑边丢球。所以就法律之后啦，先活下来再说。对，就是生死关头先保命，生死关头先保命，后来的事情再说。对，顾虑太多你就死掉。这一周你们看前面才有发生那个小男生追不到女生去杀女生，是吗？在那个前面那个金沙会馆宝山街那边，好像有这。是哦，那个会馆那边啊。对，就是说男生追不到，然后就是给他2刀，然后自己就这样插自己。精神有问题。啊，追不到女生，就在那个。因为会馆那边比较乱呐、会馆那边，对。啊，所以基本上是什么？还是身法步法，但是这里面跟你们现在练这个一样嘛。这个习惯一定要建立什么？就是人家要攻击的地方，先走开，不要停在这个地方去挡，不要停在这边挡。你不管有没有反击，人家来，人家要攻击你的地方，你先走开。先让开，你让开，你的目标让开了，它一定要再动，它一定要再变，那个就产生一个时间差了，听不懂？这个要先，所以很多的练习，我让你们很多练习都是要养成这种习惯，你不可以一般的习惯啊这样子退，那就完蛋了，好，有问题吗？那我就请问一下，如果他的刀在后面，先用空的手去抓你，你还是一样啊。所以先他只要拿出刀来，你的生命就受到威胁了嘛。所以他的手来，你看到他的刀，他如果这个手先来，还是一样嘛，还是一样打喉咙嘛，打头嘛。
这样不懂？一样嘛，它这个来还是一样嘛，这样打嘛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打照我们来讲，你这个一走，它往后一仰，一转身，刀就往这边来了，这样不懂？你这边一仰，那个刀啊，一反手就往这边插。就往这插，因为这个地方它没办法进来嘛，所以我这个一下，它一定头一仰，身体一转身往这里插，听不懂？所以掌握到这个的时候，他手在那个地方，当我们掌握到这个，就要这个地方把它往地上打，不能让它转那个身。我们来讲这个刀啊，在八卦来讲，我如果是这样子，刚刚那样子，我这样抓你哈。当他一这样的时候，我们的习惯，我一这样的时候，我这个刀就变成这样，这样子了。我变成这样的时候，就这样插，看不到，我不会这样插，晓得吗？当一这样的时候，它一变的时候，你看，这样子。用刀也是一样，贴身。我在用这个刀的时候，我不会这样走，我不会这样走，就是贴，就这样子。你看，但是他的手一那样子，他的手一碰我这边，就这样。所以这边很危险，不可以那样挡。宁愿走开，晓得吗？它的范围很大的，你看这个刀360度可以动的。我们会用刀的人，这个360度可以动的，听不懂？所以你掌握不住的，你抓到我手腕，他就算抓到我手腕，你看，对于我们来讲，我的身体一走。我的身体一走，一让，你抓不住的，啊，晓得吗？不要说可以换呐，我换，你抓，一换手，所以这个刀要。翻过翻插翻这也是属于暗器，所以没有这样用的，更不要说我这样用，你来手从这边抓，那开玩笑那个。绝对不行好，有问题吗？不管他拿的是什么，对于这样来的力量，你不管手上有外套，手上有包包或什么，都是要什么让开，从上往下扑，从上往下，不可以往其他的方向。他就算拿棍子啪劈下来，还是一样，让开。你拿一个扫把，拿一个任何东西，包都是上往下啪。这个好，还有问题吗？所以师傅那个步伐要非常开，要先离开这个危险的范围。不是说要先离开吗？对，不是整个要过来到这边才有那个，因为一般人都是这样正常的。本来就是啊，不是嘛？你过来，他是那样子嘛，他那样下来，拿一个东西啪一下，啪一扑，他的力量就到那边去了嘛。不管他这个有没有掉，一扑空了以后，就是这个，听不懂？一般正常他们风池都是这样，不然就是对，所以你不可以去抵抗它，
当然是尽量离开了。对啊，这样可是如果说是在车厢嘛，很多人他随便杀就随便杀死很多人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你知道方法的，你一扑他就刀到了他能杀死其他人的几率就变小了嘛。大家慌乱，他就杀很多人啊。有包包什么就往那一扑，一推这边，好，还有问题吗？好，那下礼拜见啊！哎，下礼拜你们有放连。